2024最新西班牙恐怖片《麻袋里的男人》惊恐上线，出没百年的怪物究竟是什么？在西班牙的加尔小镇，一日晚上，玛丽睡不着，这时一只萤火虫飞了进来，她没有注意到，把薄被子盖上。突然她看见脚边的位置隆起，吓得弹跳坐下来。玛丽赶紧把头伸进了被窝看看，什么也没有。接着她感觉有什么东西从眼前闪过，玛丽吓坏了，不停喘着粗气。下一秒她看见壁柜的门怎么自动推开了，玛丽就走下来看看。玛丽静静地看着，哇塞，玛丽似乎被什么东西包裹起来，消失在壁柜里。那么玛丽遇见的是什么怪物？且听小编娓娓道来。故事要从1910年6月28日讲起，地点就是这个加尔小镇。那天晚上，有个少年被父亲训斥以后，不顾夜晚有多黑，生气的离家跑进了树林里。不久，他看见了一只萤火虫，他抓了几次，终于把它握在手里。突然有个老人请求少年帮助，少年走了过去，发现那个老人受伤了，他的意思要少年把那个水壶给他捡过来。少年捡起来，发现里面是空的，回转身一看，老人消失了。接着一个麻布袋套了上来，少年消失了。从此这个小镇开始每隔几年就会失踪一批少年，这种怪事一直延续到现在，从未找到过原因。怪物出没的说法在这个小镇流传。片头玛丽的失踪案只是最近的一起而已。某天，大乔一家搬来小镇居住，大乔的老公刚刚车祸去世，他有3个子女，老大小帅，二女儿小丽，小儿子图图。刚走进本地的公寓，图图就看见墙上的布告栏里贴了很多寻人启事，全都是少年。不久，邻居小明敲开的房门，做了自我介绍，希望能和大乔一家相处愉快。他的身后是姐姐小美。随后这些少年骑着自行车开始一起游玩小镇。他们来到一块大草坪，这里有很多的少年和儿童在一起玩耍，而小美就和小丽聊天。她指着面前的那棵树表示，有一次镇上的人要把这棵树砍掉，是她用自己的生命才护住了这棵树。小丽大吃一惊，小美接着表示，这棵树是她的心理寄托。玩了好一会，一个家长开车过来，把踢足球的孩子带走了。图图很奇怪，就问小明这是为何呢？这时小迪走了过来，表示在过去的2个月内，小镇有孩子陆续失踪，据说是被怪物抓走了。现在有些家长就很害怕，然后指着山坡上的房子，告诉图图，据说那个怪物就藏在那些房子里，还故意玩了一个摔炮吓唬2人，然后被小美看见了，就教训了小迪一下。小迪还不服气，这时小帅从后面推搡了小迪，这下小迪彻底服软了。晚上，镇子为失踪孩子的家长举办了一次追思会，小帅和小美等5人也出席了，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。渐渐，大乔的一家融入了镇子里的生活。一天，小明找图图一起出去玩，小明的心情很差，因为刚刚父母又在吵架，2人互吐了心事，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他们还特意走到那所有怪物的老房子外面看了看，里面有个人影闪过。晚上，小明回到家中，发现母亲不见了，就问母亲去哪里了。父亲表示被小明气走了，这下父子俩争执起来。最后小明离家出走了。小明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一片废弃的住宅，自己一个人在发泄心中的怨气。在阴暗角落里，有人拿着手机在偷拍着小明。突然一只萤火虫飞来，有个大石子滚到小明脚边，他看见旁边的一个石门里有个黑影闪过，接着小明被推倒在地，他发现自己竟然坐在麻布袋上。这下小镇又失踪了一个少年。第2天，警局正式立案调查。小明的父母在警局里伤心的不要的，他们再也不吵架了。小美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。随后他跟小丽他们讲了这件事，大家都很难过。不过小帅在网上看见了小迪在网上发布的视频，里面录下了小明失踪前的状态。随后小美等4人来找小迪先算账，小迪只好无奈地打开电脑，仔细查看那段完整的视频。他们在视频里看见了一个神秘的黑衣人，这下他们不再找小迪的麻烦了。于是他们拿着视频来警局报案，这里早已被失踪孩子的家长围起来指责。之后小美觉得警察办太差劲了，还不如自己寻找才行。于是她指着那栋传说中有怪物的房子，表示她要进去查看一下，她希望得到伙伴们的帮助。可是小帅担心妹妹和弟弟的安全，就把2人拉走了。不赞成小丽跟着小美去那里，小丽坚决要帮助朋友，挣脱了哥哥的手，转身骑上自行车去找小美了。气得小帅把家里的钥匙给图图，交代他回家，然后就追了上去。
随后小美和小丽还有小迪先进入了老房子，小帅给小丽电话，小丽也拒接了。接着小帅也赶来了，他们在一间黑屋子堵住了一个中年男人大卡。大卡表示自己是好人，他研究失踪案已经好多年了，然后指着礼物给他们看，果真在墙上贴满了失踪者的照片和新闻报道。这下他们都相信了大卡。大卡指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表示那是年少的自己，他也被怪物抓过，他这么多年是唯一逃出来的人。美国7年怪物就要作案，每次第一宗案子都会发生在6月28号。当年怪物可是个医生，他患有重病治不好了，为了让自己活下去，他查看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书籍。他从书籍里学会必须完成某种仪式才能续命，而仪式中最重要的就是少年的血。所以在1910年6月28号，他绑架了第一个孩子，之后他被抓了，然后处以死刑。在他死之前下了诅咒，意思这个小镇的少年都要为他服务。医生被处死于10月1号晚上8点。每次的失踪系列案都会在10月1号结束，恰巧明天就是那些失踪的少年，只要是过了明天就再也无法找回。医生专找那些心里有愧疚感的孩子下手。现在过了100多年，估计医生都变成了僵尸老怪。大卡接着表示，当年他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割破了麻袋才得以挣脱束缚，逃出来时手上还紧紧地握着一片碎麻袋。大家都听呆了，大卡就把他珍藏的碎麻袋片展示给大家看，所有人好奇地凑近看一下，没想到那块碎片竟然会动，这让大家又好奇又惊恐。这时大乔开车来找他们，于是大卡就跟他们告别了。大乔对他们的行为就是一阵的批评，根本就不相信他们在屋子里发生的事情。回到家中，小明就向母亲大乔坦白，父亲的车祸跟自己有关。当时他不听话，就在车后面不停地踢父亲的座位，最终导致了车祸的发生。他现在非常的内疚。大乔听完有些接受不了，于是就走出去透透气。这时一只萤火虫飞来，哇塞，僵尸老怪要出动了。小明回到了床上，把薄被子盖好，可是被子竟然被拉了下来。小明抓紧被子又拉了回来，突然被子瞬间抽走，小明就爬在床边上，看见被子渐渐进入床底，于是就下床趴在地上去拉被子，然后把被子抓了回来盖上。第二天，大乔和小丽来警局报案，可能又有什么用呢？最后小帅和小丽还有小迪商量，今晚一定要把小明救出来，否则就永远看不见小明了。可是又去哪里才能找到呢？三人也是没有一点头绪。这时小丽拿出了小美交给她的碎麻袋片，这是小美昨晚顺手偷出来的，然后交给了小丽保管。突然玻璃罐子飞了起来，很显然是碎麻袋片带下来的，三人就尾随着追了过去。哇塞，这碎麻袋片竟然能穿街过巷，还把三人追得气喘吁吁的。没想到正好被大卡堵住了。大卡非常的生气，他是来找这个碎麻袋片的，在听说小明也失踪了，也就不生气了，就跟他们一起想着办法。这时碎麻袋片不停地朝着一个方向运动，大卡意识到碎麻袋片可能知道僵尸老怪藏身的地方。终于他们在林子找到了那间古屋。与此同时，正在警局和大乔说话的小美收到了小丽发来的定位，她知道了僵尸老怪找到了。几个人走进了这间房的里面，在碎麻袋片的折腾下，竟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门，这个门是在外面是根本看不出来的。大家发誓生死与共，谁也不能抛弃谁，而且必须在晚上8点之前要出来，否则会被困在那个空间里。几个陆续走进了洞穴，果真里面的空间非常大。他们看见有些麻布袋散着红光，他们打开一看，的确里面的人还是活着，问题是昏迷不醒啊。就在这时，僵尸老怪渐渐恢复了活力，因为他们解开的麻袋越多，老怪似乎越能感知到。很快僵尸老怪离开了原位置，这下大家非常的恐慌，几个人就开始在洞穴里面左躲右闪的。大卡发现只要将内疚的原因坦白出来，就会让僵尸老怪受到打击，于是就让他们赶紧将内心的内疚感释放出来。这一来僵尸老怪接连受到了打击，不过他还是很强大，还把大卡重击了。最后大卡把自己的内疚感讲了出来，原来当年他太胆小了，才没去救其他的孩子。话音刚落，僵尸老怪被彻底的干掉，大卡去领盒饭。小镇上的那些孩子都被小美和小帅他们救了出来，小美带着家长们赶到，但是孩子们还是昏迷不醒。正在大家苦恼的时候，萤火虫飞来了。
然后家长们纷纷带走了自己的孩子。此时快到8点了，洞穴开始摇动，大家纷纷跑了出去。小弟最后把门框上玻璃瓶的碎麻袋片取了下来，碎麻袋片自动飞了进去。从此这个门永远也打不开了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是挺不错的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。这部影片从故事设定来讲的确是恐怖片，具有僵尸、仇杀等多种恐怖片元素，但是看下来又觉得影片实际上又不是个恐怖片，而更像是一部教导人们怎么做才能让家庭的亲情更为深厚的影片。本片展现了父与子、母与子一旦发生了巨大矛盾时，如何处理好就更为重要了。尤其是到了那个时候，无论是孩子还是父母长辈，都要大声地讲出来，承认自己的不足，不能藏着掖着，不能让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到时各种悲剧随时有可能发生，这点我是深有体会的。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，父亲和儿子最后老死不相往来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